哎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么没素质？干嘛？给你个自首的机会。自什么手？你偷了他手机，需要我说那么清楚吗？哎，站住！出来等我。不是你，我。站住！手机呢？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这账户是谁？交给你们。好。左臂摆动幅度大，双手力量不均，右膝似乎不便用力，应该是曾经膝部损伤未愈。高负荷奔跑易导致旧伤复发，奔跑姿势已不正常，很快就要摔倒。平。什么情况？他的副韧带长期受压，所以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很痛。不过我劝你最好还是别跑了。手机给我，跟我回警局。3、2、1。他什么情况？极度呼吸困难，发干，心律失常，高度怀疑张力性气胸。他的肺出问题了，他需要穿刺排气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你去把那个穿银色西装的人拎的酒接过来。喂，大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喝酒？你把他救回来，管你一辈子酒。我需要用高度酒精来消毒，快去啊！酒精到了，你是医生啊？不够准确，你有笔吗？有。把笔芯去掉，用酒消毒笔管。什么？然后呢？进行穿刺，然后把张力性气胸变成开放式，再送到医院。你要杀他吗？打120吧。虽然设备简陋，但还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哎，不行，你得跟我回去录口供。你知道我谁吗？你是警察吗？不够准确，反正你得跟我走。嗯。哎呀，你得理解我们的工作，这毕竟嫌疑人被你扎了一刀，当然得说清楚了。那是警察的工作。你是警察吗？我都说了，你猜的不够准确。我准备正式来入职呢。我要是正式，咱又被关在这儿吗？对吧？我叫林涛，你叫什么？在哪家医院啊？你这人真没礼貌啊！问你话呢。啊？行，那我也问你个问题啊。
你不说话会死吗？不会，但有时候憋久了吧，会肚子疼。这是病吗？我看你拖着个行李是去哪儿啊？我有车可以送你。我去的地方很远，你送不了。友情提示啊！我看咱俩也被关得够久了，这客车肯定是没有了。我俩能遇到算是有缘，我送你吧。斗门镇离这儿不近，你能送吗？斗门镇必须送，我就住那儿。你们2位等会儿签完字就可以走了，都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。应该的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。老铁们，这就是最近在长安闹鬼的荔枝园。前面的房子会不会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呢？老铁们，把火箭给我刷起来！刷起来！我保证，我们这次直播绝对真实。老铁们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去了。是的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是我。你有病不？人吓人吓死人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涨粉了没有？哎，这快进来，进来。我发现你这人真欠揍。走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随便笑笑。我想打死你！难怪会闹鬼啊！哎，谁说闹鬼了？骗人的！谁说的？网上都在说嘛。啊！哎，看这儿，哪儿？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这儿有个东西呢。所以你是来斗门镇旅游还是定居啊？哎，兄弟，我看你长了一对招风耳，巧了，我也是招风耳。那别人都说啊，这长了招风耳的人特别适合去外地发展，那肯定事业有成。那可我妈非让我在老家，说离不开我，可真是个甜蜜的负担呢。你呢？你妈平时管你吗？不想说算了。那我接着跟你讲啊，我呀上了初中之后，这人啊就越来越叛逆，这全家老小都担心我长大会学坏，这没想到我居然做了警察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你这人啊，可真没礼貌！这大半夜的，要不是我，你能找到车？这大半夜的，你不是更应该好好开车？我去！什么情况？你别动啊！不行，你也下去，证明我没撞他们。走走走！你们干嘛呢？有鬼啊！死人了，这是！在哪儿？
啊，我们还是叫支援吧。带上。不许吐，破坏了现场，你负责任。就算想吐也给我咽回去。还真是难得一见，这是巨人观尸体。安然法医是不是已经在现场做尸检？对，应该快结束了。李队，提醒一下见过尸体的人，这2天千万不要吃韭菜和豆花之类的东西。这个就不用你提醒了吧？你还是考虑一下怎么可以止吐吧。巨人观尸体呢是挺可怕的，但我们要以科学的眼光去看待。如果大家实在吃不下饭的话，让我妈给大家煲汤，下火清肠道，保证价格公道。你看一下这个，尸表检验报告。哪儿来的？据表姐，停，别套近乎。论起来，半个龙帆氏都是你家亲戚，咱俩别说五福了，10福都出去了。那个，我刚办理完入职，过来报道。你妈说了你无数次，让你去做文职，你就是不听。我虽然学习成绩一般，但我身体综合成绩第1名啊，是省青年组综合格斗第3名，而且偶像是亚森罗宾，我能当文职吗？所以呢？所以我就是天生干刑警的料。我这一身本事不为家乡人民服务，不浪费了。林大少爷，刑警不好干，这不是在玩儿。就好比今天你看看你，胆汁都要吐出来了吧？邱表姨，你是不知道，那现场的第1口，我可是深深的咽了回去。打住！你再说我都要吐了。反正你妈也拗不过你，我肯定也拗不过你。去你座位上去吧。哎，那谁呢？看来印象深刻啊！简直刻到我心里头去了。你是不知道那家伙有多变态。金明同志啊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龙帆市法医中心的主任，我姓陈。刚才你的情况我已经核实过了，年轻轻的了不起啊，人才难得呀。谢谢。那我现在可以回去了？当然可以了。法医，尸检报告你写的？
我光看你提供的信息，还以为你是个老人家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我来介绍一下。陈主任，我着急，我先说了。巨人棺尸体，尸体上软组织、背部组织保存完好。通过保存完好的脂肪厚度，我推测死者的年龄应该在26岁，体重100斤，身高162左右。这些都符合你提供的信息，对吧？那么第一个问题，死者的年龄是怎么判断的？根据牙齿咬合面磨损程度来判断的。人的牙齿质地较硬，不易腐败，年纪越大，牙齿的磨损程度也就越高。死者为女性，牙齿咬合面、牙尖未磨平，未发现脂质点，可以判断是20到30岁。只有软组织与背部组织保存完好，应该跟保存的地方有关系。我们还是回去吧，这种事儿我们处理不了的。我要先做现场勘验，不能拖，拖的时间越长，证据越少，不能再耽误了。陈主任，你可以介绍了，我愿意跟他聊聊这个案子。好啊，好啊，来，那就进来聊。来，安然你也进来，坐，进来聊嘛。哎，小秦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安然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位法医，平时啊大事小事都是他来负责的。今天突然碰到了你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同行，所以呢，缠着你向你请教的多一些啊，你多担待啊。那行了，你们聊吧，我去处理点别的事啊。好，主任。你坐啊，小秦。你好，我是安然，是这里的法医。能不能有一点礼貌？好歹我也是一位女士吧。法医不分男女，秦明。你别介意啊，我这个人有洁癖。第二个问题，那个胎儿是什么情况？死后分娩。死人生孩子，像个恐怖片吗？人死后在生活状态下寄生的细菌，失去了人体免疫系统的控制，大量繁殖，形成了大量乌绿色的腐败气体。这些腐败气体使得人体像充了气的人形气球一样全身膨胀，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巨人棺。对于孕妇来说，腐败气体压迫子宫还有宫腔，推压胎儿导致胎儿娩出，这种现象就叫做死后分娩现象。那个就是分娩出来的死胎。哎，怎么了？不止一个胎儿啊？一共有3个胎儿，前2个是纸片胎，2个纸片胎早死于第3胎。死亡后呢，软组织被吸收，又受到了正常妊娠胎儿的羊膜囊挤压，形成了轮廓清晰可见、又扁又薄的纸片胎形态。荔枝园负责人说，发现尸体的冷藏库处于半废弃状态，存储着滞销荔枝。那么再回到尸体的问题上，在低温条件下，理论上不应该腐败成那个样子。很有可能是尸体成为巨人棺形态后，发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尸臭，所以凶手才会选择在冷藏库里弃尸。你有依据吗？正常温度下，巨人棺的形成需要10天左右，20天后腐败气体开始消散，软组织软化，巨人棺形态消失。往前推算20天，也就是上个月25号左右，我查了当天的天气预报，气温断崖式下降。一夜之间呢，居民都穿起了外套，直到上周才开始回温。而死者穿的是夏装裙子，也就是说，死者曾被藏尸，而且绝不是在密闭的条件下，因为只有在通风良好、透气的环境下，才能形成这样程度的腐败。即使是在室外，时间长了，尸臭的味道还是盖不住的，所以凶手才会选择在冷藏库里弃尸。但凶手并不畏惧腐败的尸体，所以不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。到饭点了，饭后再说吧。饭来了。十一表姐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终于知道你叫秦明了。
原来你是个法医，还是个高材生啊！难怪碰到那种场面这么镇定啊！不镇定的是你吧？哎，我今天呢，正式入职了，想请你帮个忙。我在那个冷藏库里不是，你替我保密啊，纯属意外啊。我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。哎，吃饭吃饭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刑侦队的队长李队。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。林涛，我听说你今天吐的连胆汁都吐出来了。谣言，肯定是谣言啊！兄弟，我当时单独给你品尝。我不吃，谢谢。我不习惯和这么多人一起吃饭。你这是什么？我自己调配的蔬菜汁。蔬菜汁。哎，我去，兄弟，你这个玩意儿怎么跟那个尸体的腐败液一样啊？还给你，还给你。杯子不要了，送你吧。这不太好吧？我看这个牌子不挺好的吗？你就这么给我，我也不太好拿吧？行，那要不然我折价卖给你，或者我直接扔了。反正我不喜欢我的物品上有奇怪的人的 DNA。奇怪？谁奇怪？他在说你奇怪。我不觉得你奇怪，我觉得你挺可爱的。秦明，陈主任已经跟领导请示过了，把你借调过来是希望你在法医室帮帮我们。主任说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就看你的意思了。那太好了，咱们终于可以一起干。我和你好像不是太熟吧？我来这儿呢，就是来度假的。那你的身份毕竟是个法医，遇到这么复杂的案子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会留下来。就是啊，要是我假都不放了，直接上岗。那警察不能老想着要放假了，对吧？在哪儿放假不都一样吗？留在我们这儿，你的衣食住行都由我们来管，不是挺好吗？死者穿着夏装裙子，应该是一位年轻女性。裙子的下摆有几道破口，断口线头粗糙，像是被钝物割开的，上面还有铁锈，像被钉子割破的。现场没有拖拽痕迹，钉子应该不在地面上。那有没有可能痕迹被掩盖住了？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尸体到现场的时间。从衣服的破口上来看，钉子应该是固定的，否则无法造成这种程度的破坏。但地面上应该不会有这种固定好的钉子吧？现场有车轮痕迹。山路不好走，老式平板车承担了很多运输的工作，这种车上倒是会有这种钉子。根据现场勘验推断，凶手的运尸工具极有可能是板车，死者衣服上的破口很有可能是被板车上的钉子给刮开的。钉子上应该还有死者的衣服纤维，这是锁定运尸车的重要铁证。DNA 已经送去检材了，明天送到丁里做对比。希望不大，通过 DNA 找到尸源的可能性不足40%。这我知道，那我们现在应该要立刻安排解剖，尽可能的对尸体进行特征刻画，还有搜集证据，然后汇总给刑侦部，让他们去走访，看看是不是本地人，有没有周围住户确认。完全同意。领导还有什么指示吗？哎呀，完美！啊，我是说你们这对组合真的是完美。啊，如果你们两个能够一直这么组合下去，那就最完美了。抱歉啊，我的假期只有1周的时间，所以不管案子破没破，
我都得回去了。主任，一会儿解剖我也参加，带新人见识一下。好啊。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，逝者安息，生者愤然。大体女士，我们是法医，读尸断语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一定会好好解读你留下的遗言。你切牛排也会祷告吗？什么意思？解剖是科学，不能依靠情感。祷告完就没情感了？真的可以做到吗？当然能了。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，现在是下午1点38分，我们开始解剖，可以开始。再给我点时间。过来帮忙抬一下。我，大哥，你逗我吧你？难道你让女生去抬吗？徐可爷，这在警局叫我李队，服从命令，去。快点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尸体的上肢软组织与背部组织保存完好，背部组织呈弧度形态，应该是尸体形成巨人观前背部处于光滑而有弧度的物体上。尸体全身没有开放性的损伤，所以无法判定致伤工具。提醒一下啊，巨人观尸体内有大量的腐败气体，我们需要将这些气体释放。原因有3：一呢，气味难忍，干扰工作；二是这释放的有毒气体对健康不利。第3点，这和爆炸原理是一样的，释放气体会伴随着大量的腐败液体往外迸溅，是走是留，你们自己决定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我说了？我要说什么？那个走访报告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目击者刚也带回来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才跟我说呀？哎呀，怪我忘了。赶紧去看看呀！走。我们去看看。哎，忙啊！现在申请调离部门还来得及啊。我还行，那就是以后对那个气球、果冻之类的会有些心理阴影。受不了就早点说。我可以的，队长。关于发现尸体的户外主播口供，你有发现什么问题吗？问题？他们是要到荔枝园去探险，是因为听说荔枝园的看门人见到了披头散发的鬼影。对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看门人见到的鬼影到底是什么？
周德利54岁，您在励志园看门也有12个年头了吧？这个嫌疑人把尸体放在冷藏库也不是1、2天的事儿了，难道您平时不会去排查那一块吗？那间老冷库有年头了，属于半废弃、半工作状态，储存的也是那些快坏掉的粒子，平时没人去，我也很少过去巡查。请描述一下案发前日你看到鬼影的情况。大叔，您别紧张，您的证词对我们非常重要，所以辛苦您回忆一下。那天夜里，嘿，门怎么打开了？谁？有人吗？谁在里面啊？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谁？站住！鬼啊！等我醒来，那玩意就不见了。后来，我跟周围的人聊起这个事儿，他们说我瞎扯，我真的看见了。我到现在还能梦到那张脸。婴儿的 DNA 已经取样送厅里了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生父。死者的背部有火凤凰刺青，背部有压痕。深层肌肉出血，出血痕迹笔直，没有弯曲，颜色没有区别。这说明受力均匀，没有凸起，是前方压力挤压形成的。凶手曾将死者暴力摁住，死者的背后有衬垫，应该是一个有规则的菱形物体。但在尸源地深山老林里，只有不规则的石头。这种印记更像是桌子、柜子或者是床之类的硬物的压痕，这意味着死者遭受侵害是在室内。死者和凶手认识的可能性极大，熟人作案。死者颈部的皮肤已经腐败，所以看不见损伤。不过从甲状软骨的骨折可以判断，死者颈部曾遭受过暴力。双侧胸锁乳突击出血，是掐扼所致。一个约束性的动作就能将一个成年人的甲状软骨弄断，那就说明凶手和死者之间力量悬殊非常大。犯罪分子应该是成年男性。死者的额部有挫裂创，从颅骨压痕上来看，凶手应该是用有棱角的物体反复击打死者的头部。这个物体应该是长方形，材质无法判断。准备开颅吧。只有额部脑组织的颜色呈现暗褐色，说明这个位置曾经大量出血，再加上死者额部的挫裂创以及脑组织出血，可以判断，死者是被一个钝器反复击打，导致脑组织挫伤出血而死亡。一般重度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伤处都会有严重的骨折和损伤，所以，致伤工具应该是一个质量较轻的工具，可以排除预谋杀人的可能性。卵巢腐败自溶不太能确诊，结合死者的生殖道和卵巢感染状况，可以确证死者生前做过某种卵巢手术。应该不是正规手术，否则不会感染成这样。死者生前取过卵，没有针孔。安法医，
我建议将2个纸片胎胎心样本送到毒物检验部门。毒物检验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死者是个代孕妈妈。